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嗎？是人气机體，但做工不俗，暫時還沒有彎腰，但建議使用支架。本期來看看由萬代出品的 Metal Robohood New 鋼彈，登場於作品《機動戰士鋼彈逆襲的夏亞》，是1年戰爭時期的宿敵阿姆羅與夏亞兩人的最終決戰。夏亞因為對於人類徹底的失望了，決定將小行星要塞阿克西斯給丟下地球，讓地球表面寒凍化，無法讓人類生存，進而逼着人類上宇宙進化成能夠理解彼此的新人類。但夏亞依然對於自己的決定感到猶豫了，於是將阿姆羅視為能夠阻止自己的最後保險。原作最後雖然兩人的結局是 MIA， 不過近期應該已經被官方認定是掛了。New 鋼彈有王牌逆天駕駛阿姆羅親自參與設計，及歷代鋼彈技術集大成的高性能專用機，但考量戰爭補給等問題，因此消耗性的零件依然可以使用現有的量產機零件來做整修。而原本使用的精神感應系統，也因為夏亞刻意流出的技術，使得零件轻量化與機體的性能都能夠再次的提升，並且也因為避免使用不確定因素較高的技術還有零件，因此 New 鋼彈不但有卓越的性能，也同時兼具高度的穩定性還有平衡性哦。MR 混產線是沒有比例的，不過 New 鋼彈在 UC 機緣裡面算是比較大只，因此本款也有做的比較大，也比同系列的 Hi New 鋼彈高了一點，來到了15公分。重量部分加上背後的排斥，大概就是這麼重。對照原設定，本款雖然沒有像其他版本把外形大幅度的修整，但也不是還原原作的風格哦。目前要還原原設定的外形，比較接近的大概就是1988年販售的組裝模型，其中1%的甚至為了穩定腿部還有金屬零件哦，只是一樣會側彎。這次的頭雕從側面來看相當的帥氣啊，但轉到正面來看之後，面罩感覺有點太寬了。整體外形比例沒有走原設定風，所以就沒有太過度大的頭。另外上胸幅度增大，在不放大肩膀裝甲的情況下，維持廣闊的胸襟。腰部有做程度上的加長，雙腿的長度比例也沒有過度的誇張化。不過我手上這一只右邊的天線有明顯的湯口缺角啊。全機採用消光式的塗裝，機身上的線條與刻線有比原設定來的豐富，但並沒有過度的強調。淺灰色的跳色色塊也沒有太多，點綴效果適宜。金色塗裝採用的顏色相當的金，銀色部分與金屬零件互相搭配，整體質感的表現相當的好。而表面的標識與 logo 皆是印刷塗裝，盾牌上的獨角獸徽章則是眼睛還多了顏色啊。頸部有單向往前的範圍，主要活動還是依靠頭部與頸部的連接點。整體活動度在把頸部往前之後，可以有效的避開兩邊領子的干涉。不過抬頭與低頭的範圍就僅止堪用哦。身體的水平轉動會受到裙甲的外形干涉，但還是夠用啦。左右傾倒的範圍會比前後彎曲來得大。手臂根部是球形關節，轉動沒有問題。在軀幹的接點有向外拉的結構。肩膀裝甲能夠單方向掀開，手臂抬舉幅度超過90度。上臂可以轉動，手臂彎曲的範圍很大，有附屬5對的替換手收。三面裙甲都可以掀開，後裙甲有多一個彎折關節，髖關節有延伸設計，大腿抬舉可以超過90度，水平抬舉也能達到90度，大腿可以轉動。膝蓋彎曲與小腿後側的蓋板有做聯動，但它不明顯。彎曲幅度很大，但後側的蓋板是不可動的哦。腳踝上方還有一個延展關節，腳踝可以轉動。腳掌前後的幅度很好，接地性也不錯。前腳掌可以彎折。噴射背包本身並沒有特殊的機關，4顆主要的噴嘴也是不可動的。光束軍刀架也是不可轉動，左側的異形感應炮掛架基座可以轉動，但它有一點緊。特制光束軍刀的接點是一致的，所以裝在軍刀架是不會轉動的。有重現原設定的劍格開啟設定，附屬了3種劍刃特效鍵，一種是重現原作減輕能源消耗的半休眠狀態，一種是通常的直刃狀態，另一種則是會動的軌跡狀態。裝設在左手臂的備用光束軍刀，展開機構也有重現哦。拉開的時候，刀柄架也會聯動往上，
不過因為刀架的接點很細啦，在關閉的時候要注意避免折斷。也有附屬專用的刀刃特效鍵哦，接頭跟特制光束刀不一樣。專用盾牌白淨漂亮，但沒有暗藏機關。內側同樣是全塗裝，中間的光束炮與末端的4發誘導飛彈也都有塗裝。與手臂的接點可以轉動之外，還有一個外翻的關節哦。新式超級火箭筒，阿姆羅的愛用兵器，因此俗稱阿姆羅快樂筒。性能強化，但基本架構還是聯邦軍制式規格啦。整把都有塗裝，手把可以轉動，上方有接點可以翻出來，就能夠裝在背包上。專用光束步槍也是整把都有塗裝啦，並且與本體一樣有做部分的跳色色塊，不過槍本身並沒有特殊機關。另外，我個人覺得 New 鋼彈的光束步槍外形比起 High New 鋼彈的好許多呀。槍身的終端有接點可以翻出來，就能夠將步槍裝在後裙甲上面。一型感應炮 ，New 鋼彈最具代表的武裝，每一枚都可以獨立取下哦。外形與塗装皆與本體做一致化，接點的結構類似 MG 的卡板，不過為了穩定性本款有附屬固定的支架。攻擊模式當然可以重現啦，不過因為沒有接點，因此 Robo 魂 High New 鋼彈的光束技能特效鍵不能使用。但本款有附屬6個噴射特效鍵哦。另外，將背包中間2塊白色零件移除，就能夠安裝附屬的支架基座，配合附屬的感應炮支架來重現發射的狀態。最後是地台支架，支架的結構是 MR 魂產線常用的那一款。地台上有大頭、型號以及阿姆羅的徽章，另外有對應異形感應炮給了一支支架，用來對抗地球的地心引力。New 鋼彈身為鋼彈系列裡面的超高人氣機體，但在各產線的商品表現反而都不太有萬代常見的人氣機隨便做、雜魚機用心做的這類問題。雖然都沒有到盡善盡美啦，但至少都是優點大於缺點，而且是說有哪一款玩具完全能滿足所有人呢？本款的基礎結構應該是直接沿用2023年販售的同系列 W Fin 放內魯裝背心，畢竟有現有的模具不用說不過去嘛。外形上除了部分零件改為原本的樣式之外，本款的塗裝在部分色系改成金屬色澤之後，整體的質感也有顯著的提升哦。外形的詮釋確實值得給予好的評價，當然素體本身所提供的可動性也有一定的水準。而在附屬配件方面 ，New 鋼彈的各項武裝也都很到位。有一支特制的光束刀刃特效，不但有重現能源減輕的樣貌，也用特效鍵表達這把光束軍刀有較大的輸出功率。而異性感应炮也因排斥的外形，替換了專用的支撐零件，並且還多附屬的噴射特效鍵哦。因此把玩性的表現，本款也是相當不錯。總之，想要小比例的 New 鋼彈合金完成品，本款算是目前唯一的選擇啦。當然，包含組裝模型的話，就有更多選擇了。至於大比例的合金完成品，看萬代直接把 MB 的 High New 背包改一改，一魚二吃。我想短時間內原始的 New 鋼彈是不用想啦。而巨大比例的解體降機，則是有預算、空間或是生命安全的問題，建議可以先收個 PG 版。就這樣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拜拜。